青音，你下班回来了。婆婆方玉兰从我的奔驰车里钻出来，手里还提着购物袋。我看了看油表，指针的位置明显不对。妈，您今天开我的车出去了？哦，是啊，一家人嘛，用一下怎么了？她说的自然，于是我话到了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几天后，我无意中路过他们的房间。妈，你说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小姑子方雅琴的声音有些忐忑。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车子放在谁名下不是放，反正都是一家人的。可是嫂子那边，青音那边不用担心，她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不会计较这些的。我站在门外，终于明白了什么。那辆银灰色的奔驰，不只是他们想用一下那么简单。1周后，当他们信心满满地走进车管所时，工作人员的话让他们彻底傻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沈清音第一次见到婆婆方玉兰的时候，正是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，梧桐叶子黄了一地。她开着那辆银灰色的奔驰 C300停在陈家门口，车门开启的瞬间，她看见方玉兰的眼睛亮了一下。哎呀，小音啊，这车真漂亮。志明说你家条件不错，没想到这么不错。方玉兰围着车转了一圈，手在车身上轻抚着。沈清音笑笑，没有接话。她觉得婆婆的话里有什么别的意思，但又说不清楚是什么。陈志明从屋里走出来，搂住她的肩膀说：妈，清音他爸是做生意的，这车是陪嫁，陪嫁好，陪嫁好。方玉兰点头，眼睛还是离不开那辆车。以后我们一家人，什么都是一家人的了。那天晚上，沈清音听见隔壁房间里方玉兰在和小姑子方雅琴说话。30多万的车啊，琴琴，你哥娶了个金娃娃。妈，那车真的好看，我今天都拍照发朋友圈了。发什么朋友圈？那是你嫂子的车，反正都是一家人嘛。沈清音躺在床上，听着这些对话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此时，陈志明在身边翻了个身，嘴里嘟囔着什么，他没有听清楚。结婚后的日子起初是平静的。沈清音在市里的律师事务所工作，每天开车上下班。方玉兰总是很殷勤地帮她洗车，擦得锃亮。有时候沈清音下班回来，会发现车的位置变了，或者油表指针的位置不太对。妈，您开车出门了？她试探着问。哦，是啊，去买菜，菜市场那边不好停车，我就开你的车去了。方玉兰很自然地说。一家人嘛，用一下怎么了？沈清音想说什么，但也便不再计较。方雅琴是个爱打扮的姑娘，28岁了还没结婚，在商场做销售。她经常向朋友们炫耀家里的奔驰车，发朋友圈的时候总是说我家的车。有时候沈清音在楼下看见她，会发现方雅琴正靠在车边自拍，或者和男朋友站在车旁合影。清音，小琴她年轻爱美，你别跟她计较。陈志明这样劝她。沈清音点点头，确实没什么好计较的。她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，也喜欢在朋友面前显摆一些东西，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。但是慢慢的，她发现这辆车几乎成了家里的公共财产。方玉兰要去医院看病，开她的车；方雅琴要去见男朋友，也开她的车。甚至陈志明的同事聚会，她也会开着这辆车去撑场面。有一天，沈清音下班回来，发现车不在楼下，她给陈志明打电话：车呢？我妈开去接琴琴了。琴琴今天加班，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清音，你怎么了？不就是用一下车吗？陈志明的声音里有些不耐烦。你这样斤斤计较的，让我妈和琴琴怎么想？
沈清音挂了电话，站在楼下等。晚上9点多，方玉兰和方雅琴才回来。哎呀，清音，大晚上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方玉兰从车里下来，手里还提着购物袋。我在等车。沈清音说：“你看你，我们又不是不还你。”方雅琴也下了车。嫂子，你太小气了吧？沈清音没有回答，接过车钥匙，默默地上了楼。那天晚上，他和陈志明吵了一架，准确地说，是他在说，陈志明在听。志明，这样不行。他说，车是我的，我有权决定谁来用。清音，你变了。陈志明坐在床边，以前你不是这样的人，结婚后怎么变得这么小家子气？我小家子气？沈清音看着丈夫，那辆车是我爸给我的陪嫁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让你们用，但至少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吧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们分家算了。陈志明躺下，背对着他，反正你什么都是你的，什么都要分得清清楚楚。沈清音坐在那里，看着丈夫的背影，心里一阵阵发凉。她想起父亲当初给她这辆车时说的话：“女儿，这车给你，不是为了炫耀，是为了让你在任何时候都能有自己的路。”第二天，沈清音决定不再计较这些事情。既然大家都觉得她小气，那就随他们去吧，反正都是一家人。车子能让家人方便一些，也算是好事。他开始配合家里人使用车子的安排。方玉兰要出门，他主动把钥匙递过去。方雅琴要见朋友，他也不再过问，甚至有时候他主动提出开车送他们去想去的地方。清音真的懂事了，他听见方玉兰对邻居这样说，一开始还以为这丫头小心眼呢。是啊，现在像个一家人的样子了。方雅琴也这样评价她。沈清音听着这些话，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。她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些东西在慢慢的变化着。春天来了的时候，沈清音发现家里的氛围有了微妙的变化。方玉兰和方雅琴经常在一起窃窃私语，看见他来了就停止谈话。有时候他们会拿着一些文件在看，见他过来就赶紧收起来。妈，你们在看什么？沈清音问。没什么，就是一些保险的资料。方玉兰含糊地说。有一天，沈清音无意中听到他们在房间里的对话。妈，你说咱们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方雅琴的声音有些忐忑。笨，这有啥不可以的？车子放在谁名下不是放，反正都是一家人的。方玉兰的声音很坚定。再说了，琴琴你马上要结婚了，女人有辆车在手里，底气也足一些。可是嫂子那边，清音那边不用担心，她是咱家的人了，不会计较这些的。那志明哥那边呢？志明是我儿子，他会听我的。沈清音站在门外，觉得血液在慢慢的凝固。她终于明白了这段时间家里的异常，也明白了他们一直在看的那些文件是什么。她轻手轻脚地回到自己房间，坐在窗边想了很久。这是他的车，父亲给他的陪嫁，但现在有人想要把它转到别人名下。他想起父亲买车时特意叮嘱他的话：清音，这车的所有手续都是你的名字，记住了。当时他觉得父亲有些多余，现在才明白父亲的深意。那天晚上，沈清音失眠了，她躺在床上，听着陈志明均匀的呼吸声，脑子里却像放电影一样，一遍遍回放着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。从最初的车钥匙借用，到后来的习以为常，再到现在的密谋过户，每一个细节都像针一样刺着他的心。他想起刚结婚时的美好时光，那时候陈志明对他很体贴，方玉兰也表现得很和蔼。方雅琴虽然有些任性，
但也算是可爱。她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温暖的家庭，以为自己可以在这里找到归属感。但是现在，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。也许他们对她的好，只是因为她带来了价值。那辆奔驰车，那个装修精美的婚房，还有他父亲给的那笔不小的彩礼，这些东西在他们眼中，可能比他这个人更重要。第二天早上，沈清音起得很早，她在厨房里煮粥。方玉兰也起来了。清音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方玉兰围着围裙走进厨房。睡不着，沈清音淡淡地说，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压力？方玉兰关心地问，但眼神却有些闪烁。没有，就是想早点起来做早饭。方玉兰在厨房里忙碌着，不时地偷看沈清音。沈清音察觉到了这种目光，但是装作没有注意到。清音啊，方玉兰突然开口，我昨天看电视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把车子过户给家里人，这样保险什么的比较方便处理。沈清音的手顿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正常。是吗？是啊，你看咱们家的车，虽然是你的名字，但实际上咱们一家人都在用。如果哪天出了什么事故，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。妈，您是想说什么？沈清音直接问。方玉兰有些尴尬，我就是随便说说，你别多想。沈清音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但是她知道，方玉兰这是在试探她的态度，为接下来的正式提议做铺垫。隔天下午回到家，沈清音发现方玉兰和方雅琴正坐在客厅里，桌上摊着一些资料。看见她回来，两人赶紧把资料收了起来。清音回来了，方雅琴有些不自然地笑着。沈清音点头，你们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保险的资料。方玉兰说。沈清音知道他们在撒谎，但是没有揭穿。她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，拿出手机给父亲打了个电话。爸，我想问您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清音，您当初给我买车的时候，为什么特意强调所有手续都要用我的名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父亲叹了口气。清音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没有大问题，我只是想知道您当时的想法。女儿，爸爸在生意场上见过太多的事情，有些时候最亲近的人反而最容易伤害你。我给你这辆车不是为了炫耀，是为了让你在任何时候都能有自己的依靠。沈清音的眼眶有些湿润。爸，我明白了，如果你遇到了什么困难，随时可以告诉爸爸。好的，谢谢爸爸。挂了电话，沈清音在房间里坐了很久，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。她听见楼下传来说话的声音，陈志明回来了，正在和方玉兰、方雅琴说着什么。她下楼的时候，三个人的对话戛然而止。志明回来了，她对丈夫笑笑。今天下班早一点。陈志明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。清音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中午没回来吃饭，在外面和同事吃的。沈清音说，有个案子需要讨论。那天晚上，沈清音又听到了隔壁房间的窃窃私语。这次她没有偷听，而是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，坐在阳台上看夜景。城市的灯火阑珊，车水马龙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着。她想到自己的处境，想到即将要面对的选择，心里既愤怒又悲哀。愤怒的是他们的欺骗和算计，悲哀的是她一直以为的家庭温暖，原来只是一个假象。第二天是周六，沈清音早早的起床，说要去车管所办一些手续。办什么手续？陈志明皱着眉，立马追问。年检相关的，听说现在流程有些变化，我去咨询一下，要不要我陪你去？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
开车去车管所的路上，沈清音的心情很复杂。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家人斗智斗勇，但是现在的情况让她不得不为自己做一些准备。等办理好东西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她接到了方雅琴的电话：“嫂子，你在哪儿？”“在路上。”“怎么了？”“我妈说想跟你商量点事情。”沈清音的心跳得很快。“什么事情？回来再说吧，反正是好事。”回到家，沈清音发现方玉兰和方雅琴都在客厅里等她，桌上放着一摞文件。“清音，来来来，坐下。”方玉兰很热情地招呼她：“妈跟你商量个事。”沈清音坐下，看着桌上的文件，心里已经猜到了要发生什么。“是这样的，清音。”方玉兰开始说：“妈觉得咱们家的车子应该统一管理一下。”“统一管理？”“对，你看，车子现在虽然在你名下，但实际上咱们一家人都在用，这样不太方便。万一有什么保险理赔的事情，或者违章什么的，都不太好处理。”沈清音看着婆婆，等她继续说下去。“所以妈想，不如把车子过户到琴琴名下。琴琴年轻，而且她平时用车的频率也高，这样管理起来比较方便。”方雅琴在一旁补充道：“嫂子，你放心，车子过户到我名下，也还是我们家的车，你想用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用。”沈清音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：“志明知道这件事吗？”“知道的。”志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。方玉兰说：“他说你肯定也会同意的。”正说着，陈志明从外面回来了，看见客厅里的情况，他有些尴尬地站在门口。“志明，你回来的正好。”方玉兰招呼儿子：“我正在跟清音说车子过户的事情。”陈志明走过来，在沈清音身边坐下。“清音，妈说的有道理，琴琴马上要结婚了，有辆车在手里，以后谈对象什么也方便一些。”沈清音看着丈夫：“这是你的想法，我觉得都可以，反正车子还是在家里，谁的名字不是一样？”“那好。”沈清音点头：“我同意。”方玉兰和方雅琴交换了一个眼神，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“那太好了，清音，妈就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孩子。”方玉兰高兴地说：“那我们明天就去办手续，需要我做什么？”沈清音问。“也不需要你做什么，就是拿着你的身份证和行驶证，陪我们去一趟车管所就行了。”沈清音点头：“好的。”那天晚上，沈清音躺在床上没有睡着，一直到天亮。第二天上午，方玉兰、方雅琴和陈志明准备出门办过户手续。沈清音说她上午有个案子要处理，让他们先去，她下午有时间了再过去。“那行，我们先去排队取号什么的。”方玉兰说：“你下午过来就行。”沈清音目送他们离开，然后也出了门。她想看看这出戏会怎么演下去。方玉兰拿着文件袋，跟在陈志明和方雅琴身后走近。大厅里人很多，他们取了号，等了大概半个小时才轮到。“我们要办理车辆过户。”方玉兰把文件递给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接过材料，开始在电脑上输入车牌号查询信息。方雅琴紧张地盯着电脑屏幕，陈志明在一旁整理着其他需要的证件。过了一会儿，工作人员皱起了眉头，又重新查询了一遍。这个工作人员抬起头看着他们：“有个问题。”“什么问题？我还有什么材料没齐吗？”方玉兰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。可谁知，工作人员接下来的一句话令三人彻底傻眼：“这辆车存在抵押登记，在抵押权人同意之前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。”方玉兰呆呆地看着工作人员：“什么意思？什么抵押登记？就是这辆车被抵押给了一家公司，
在抵押解除之前不能过户。工作人员解释道：“怎么会有抵押？”方雅琴的声音有些发抖：“这车是我嫂子的陪嫁啊。”工作人员调出详细信息，抵押登记是3天前办理的，抵押权人是沈氏贸易有限公司。方玉兰和方雅琴面面相觑，陈志明也愣在那里。这时候，沈清音走到了他们身后：“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他轻声问道。3个人回头看见他，表情都很复杂。“清音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陈志明结结巴巴地问。“我一直在那边看着。”沈清音很平静地说，指了指大厅另一侧的座位区。工作人员调出详细信息，抵押登记是3天前办理的，抵押权人是沈氏贸易有限公司。方玉兰和方雅琴面面相觑，陈志明也愣在那里。这时候，沈清音走到了他们身后：“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他轻声问道。3个人回头看见他，表情都很复杂。“清音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陈志明结结巴巴地问。“刚到。”沈清音很平静地说。“听说车子有抵押。”方玉兰瞪着沈清音：“清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什么时候把车抵押给你爸的公司了？”3天前。沈清音回答得很坦然：“我觉得车子需要一些保障。”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方雅琴的脸涨得通红。沈清音看着他们，眼神很平静：“我听说你们要把车过户，所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。你早就知道？”陈志明瞪大了眼睛：“墙有缝，隔有耳。”沈清音淡淡地说。方玉兰在车管所大厅里有些失态：“沈清音，你这是存心的，你早就在算计我们。”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。沈清音依然很平静：“妈，我没有算计谁，这辆车本来就是我的，我有权决定怎么处置它。那你为什么之前不说？”方雅琴质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就决定过户？”沈清音反问。陈志明夹在中间，脸色很难看：“清音，我们回家再说。”“不用回家了。”沈清音说，“该说的话在这里说清楚比较好。”他转向工作人员：“请问，如果我想解除抵押，需要什么手续？”“需要抵押权人出具同意解除抵押的证明。”“如果我想重新设置抵押呢？”“车主可以随时设置抵押。”沈清音点点头，然后看向方玉兰一家3口：“现在你们明白了吗？这辆车只要我不同意，就过不了户。”方玉兰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：“沈清音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居然这样防着我们！”“一家人？”沈清音笑了笑：“一家人会背着当事人偷偷去过户别人的车吗？我们又不是不告诉你。”方雅琴还想辩解：“那为什么这几天你们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准备材料？为什么今天上午你们想瞒着我先来办手续？”沈清音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锋利。陈志明看着妻子，眼中有愧疚，也有愤怒：“清音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。”“我确实变了。”沈清音承认：“我以前太天真了，以为善意会得到善意的回应。”他从包里拿出录音笔，放在窗台上。3天前的晚上，你们在房间里的对话，我都录下来了，需要听听吗？方玉兰的脸瞬间变得苍白，方雅琴也低下了头：“清音，你太可怕了。”陈志明看着妻子：“你居然录音，可怕的是我，还是你们的行为？”沈清音收起录音笔：“我从来没有阻止过你们使用这辆车，但是你们想要的是把它变成你们的车。”车管所的大厅里很安静，周围的人都在看着这一家人的纠纷。沈清音继续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当我听到你们计划把我的车过户给别人时，我第一反应不是愤怒，
而是悲哀。我悲哀的是，我一直以为的一家人，原来只是我一个人的一厢情愿。方玉兰想要反驳，但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。她知道他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光彩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陈志明问。沈清音看着丈夫，现在我们都回家，好好想想什么叫一家人。她转身准备离开，方雅琴在身后喊了一声：“嫂子。”沈清音停下脚步，但没有回头。嫂子，对不起。方雅琴的声音很小，我不应该。沈清音回过头，看着小姑子。方雅琴的眼睛红红的，看起来确实有些后悔。琴琴，你还年轻，有些事情可能想得不够周全。沈清音的声音缓和了一些，但是记住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都不要动别人的东西。方雅琴点点头，眼泪掉了下来。方玉兰站在那里，脸色阴沉。她还是觉得沈清音做得太过了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陈志明说。回家的路上，4个人分别坐了2辆车。沈清音开着她的奔驰，陈志明坐在副驾驶座上。路上2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方玉兰和方雅琴坐了出租车，在车上，方玉兰一直在抱怨这个沈清音心眼太多了，我们白疼她了。方雅琴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车窗外面的风景。她想起刚才在车管所，沈清音看她的眼神，那里面有失望，有难过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漠。回到家，4个人坐在客厅里，空气很沉闷。沈清音最先开口：“今天的事情，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。”反思什么？方玉兰不服气。我们又没做错什么，车子在家里放着，过户到谁名下不是一样？妈，如果我把你的房子过户到我名下，你觉得一样吗？沈清音反问。那怎么能一样？房子是我的。方玉兰说到一半，意识到了问题所在。对，房子是你的，车子是我的。沈清音说，财产所有权是受法律保护的，即使是一家人，也不能随意处置别人的财产。陈志明插话道：“清音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你提前设置抵押的行为也很不合适。”为什么不合适？沈清音看着丈夫：“我保护自己的财产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可以直接拒绝我们的要求，而不是用这种方式。我如果直接拒绝，你们会接受吗？”沈清音问。还是会说我小气、不懂事、不像一家人。陈志明被问得无话可说，他知道如果沈清音直接拒绝，家里肯定会有很多争吵。那你现在想怎么办？方玉兰问。沈清音想了想，我可以解除抵押，但是从今以后，这辆车的使用需要提前跟我申请。申请？方雅琴觉得有些难以接受。嫂子，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了？麻烦总比偷偷摸摸好。沈清音说。方玉兰还想说什么，但是陈志明示意她不要再说了。他知道今天的事情让沈清音很伤心，如果继续争执下去，可能会更糟糕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陈志明表态。方雅琴也点了点头。嫂子，我以后会提前跟你说的。方玉兰看见儿子和女儿都同意了，虽然心里不满意，但也没有再说什么。当天晚上，沈清音和陈志明躺在床上，2个人都睡不着。清音，你还在生气吗？陈志明问。我没有生气。沈清音说，我只是觉得有些累。累什么？累的是，我一直想要融入这个家，但是这个家似乎并不真正接纳我。陈志明转过身，面对着妻子。清音，我妈和琴琴他们可能做的不对，但是他们没有恶意，没有恶意。沈清音看着丈夫背着我偷偷去过户我的车，这叫没有恶意。
他们可能觉得反正都是一家人。志明，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沈清音打断了他。如果有一天有人背着你偷偷去过户你的房子，然后告诉你这是为了一家人好，你会怎么想？陈志明沉默了。他知道妻子说的对，但是他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，很难做选择。清音，我知道你委屈了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，他们也没有想要伤害你。沈清音看着天花板，志明，我可以理解他们，但是谁来理解我？这句话让陈志明无法回答，他想要安慰妻子，但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第二天，沈清音请了一天假，去车管所办理了抵押解除手续。回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家里只有方雅琴一个人。嫂子，你回来了。方雅琴看见他，有些不自然。妈呢？我妈回老家了，说要住一段时间。沈清音点点头，没有多问。他知道方玉兰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，回老家是为了表达不满。嫂子，我想跟你道歉。方雅琴突然说。沈清音看着小姑子，为什么道歉？我昨天想了一夜，觉得我们做的确实不对。那是你的车，我们不应该背着你去过户。琴琴，你能这样想，我很高兴。沈清音说，但是这件事情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可是我是最直接的受益人。方雅琴低着头，如果过户成功了，车子就是我的了。沈清音在方雅琴身边坐下。琴琴，你告诉我，你真的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吗？方雅琴摇摇头，不对，但是我妈说，反正都是一家人的东西，过户到我名下也一样，我就相信了。那你现在呢？还这样想吗？不了。方雅琴抬起头看着沈清音，嫂子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沈清音看着小姑子真诚的眼神，心里的气消了一些。琴琴，我不反对你用车，但是希望你能提前跟我说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一定会的。那天下午，陈志明下班回来，发现家里的气氛比昨天好了很多。沈清音在厨房做饭，方雅琴在客厅看电视，两个人偶尔还会聊几句。妈回老家了，陈志明问妹妹。上午走的，方雅琴说要住一段时间，让我们自己反思反思。陈志明苦笑了一下，他了解母亲的性格，这种做法很像他的风格。晚饭的时候，三个人坐在餐桌前，气氛有些沉闷。清音，抵押解除了吗？陈志明问。解除了。沈清音说，以后车子还是正常使用，但是希望大家能提前沟通。那太好了，方雅琴高兴地说。嫂子，明天我想用车去见个朋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沈清音点头。几点用？下午2点左右，大概用到晚上8点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看见两个人正常的交流用车安排，陈志明心里轻松了很多。他担心昨天的事情会让家里的关系变得很僵，现在看来还好。1个星期后，方玉兰从老家回来了。她见到沈清音的时候，态度比较冷淡，但是没有再提车子的事情。日子慢慢的恢复了平静。沈清音发现，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家里人对她的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方雅琴变得更加尊重她，用车的时候总是提前很久就跟她商量。陈志明也开始更加注意她的感受，甚至方玉兰虽然表面上还是有些不满，但是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随意使用她的车了。有一天，沈清音和同事聊起这件事。你做得对，同事说，有些事情必须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做让家里的关系变得有些疏远了。沈清音说，疏远一点也没关系，起码大家都知道该怎么相处了。同事说，
过分的亲密有时候会让人没有分寸感。沈清音觉得同事说的有道理，他想起父亲当初给他这辆车时说的话，现在终于明白了父亲的用意。车子依然停在楼下，银灰色的车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只是现在，它真正成了沈清音的车，而不是一家人的车。有时候，沈清音会想起那天在车管所的情形，她想起方玉兰和方雅琴听到抵押登记时的表情，想起陈志明的震惊和愧疚。她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对是错，但是她知道有些事情必须要有人去面对、去解决。春天过去了，夏天来了，家里的关系慢慢的修复着，但是和以前相比，确实有了一些不同。大家都更加注意彼此的界限，更加尊重彼此的权利。沈清音觉得这样也许更好。真正的和谐不是没有冲突，而是能够正确的处理冲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